苦楚之赞第8章遗书吐真言。第5期，陈本夫背军用帆布包，带2只军用水壶，请严保会爬山。在长椅休息时说：战后我想脱下军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还想为日本读者写本小说，书名《善之物语》。他说：陈先生，从前我真不了解你。林小姐，你现在了解我也不迟。他说。陈本夫的新职位办公室就在中美合作所。他从香港回重庆后，在白市驿机场与美国海军航空队一起工作，实际上早已开始在气象和军事情报方面与美军的合作。他通晓英文、日文、德文，在日本和德国学习进修过，深谙日军和德军的风格，又有军事训练和国际情报合作经验，就被调入中美合作所情报组。当他托叶给平给严保会写求婚信时，军衔还是中校，现在的新职位是上校主任教官。他负责情报组，把从各省包括台湾、缅印、东南亚、日军沦陷区军统谍报人员用生命换来的各类情报分析处理后，做成中英文报告，发给太平洋战区盟军指挥系统，用于制定轰炸并进攻日本本土作战计划与对中国缅印日军沦陷区作战计划。陈本夫去渝中半岛嘉陵江西岸中美合作所任职的前一天是礼拜六，他清早出发，去找严保会，向他当面表白。这次来南岸，他特意不开车，乘公共汽车，着便装，穿运动鞋，斜挎一个军用帆布包，包里有2只装满开水的军用水壶。从渝中望龙门乘轮渡到南岸龙门号，他见有卖橘子的，就买了1篓，背在身后，往协和药厂走。协和药厂因生产抗战军需药品，军方加派警卫负责工厂安全。门口警卫见陈本夫气质似书生，举止如军人，穿着像公子哥，身后背篓橘子，斜挎军用帆布包，觉得此人很可疑，怕他是日军奸细，不让他进。他只好掏出上校军官证，警卫仔细核对他的面庞和军官证照片，盘问了半天才让他进。他径直走到实验室，见严保会坐在桌边，正低头写东西。严小姐，他轻轻叫了一声。他抬头，见是陈本夫，猛吃一惊。他刚做完手中的事，正在给叶给平写回信，就是回复陈本夫托叶给平寄来的那封求婚信。他急忙把信纸反过来放，怕陈本夫看见。这一细微动作没逃过情报专家陈本夫的视线。
他故作放松，笑着说：“严小姐在写密信吧？”“不是密信。”他有些紧张地说。他知道陈本夫的职业，战时陪读，谍影婆娑，他怕引起他的误会。真是密信也没关系，严小姐，我不看。他说：“陈先生，说实话，这信关乎你。”他说。他不善伪装。“是吗？关乎我的密信，能给我看吗？”他问。“不能，信与你有关，却不是写给你的。”他说。陈本夫一听就明白了，心想得尽快结束密信这个话题，若持续下去，或许直接就从他口中得到拒婚结果了。看他急忙把信纸反过来放，就知道他已经告诉叶给平：“我不能接受陈本夫的求婚。”“别小姐，看来你今日公事已做完，可否请半天假？我带你去南山走走。整日在实验室会使健康受损，你需要阳光下户外活动，平衡身体透支的亏空。重庆艳阳日不多，女子独自爬山又不安全，故此我今日百忙偷闲，特来陪伴制造抗战药品有功之臣到南岸远足。”陈本夫打趣着说。严宝慧觉得，如果拒绝去爬山，很对不起陈本夫。今日他穿便服运动鞋，情真意切要陪他爬山锻炼，还背了一篓橘子，挎着沉甸甸的包。他刚才给叶给平的回信中回绝陈本夫的求婚理由是战乱期间不敢再订婚。他又想，虽已拒绝求婚，跟他去爬一次山倒也无妨。他正思忖着，陈本夫见他没出声，就试图说服他说：“叶小姐，你只需换爬山的衣服鞋子就行，水壶和水果我已准备。”“陈先生，谢谢你这么周到，看来无法拒绝你的美意。”他说。他请了假，回住处换身运动服，穿上运动鞋，就随陈本夫去南山。他们沿着立秋后景色迷人的山林小路走了好久，二人都没开口。严宝慧刚才在信纸上拒绝陈本夫的求婚，现在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陈本夫则判断着刚才严宝慧在信上跟叶给平说了什么，从他保持礼貌距离，态度坦然来看，定是拒绝了他的求婚。他想找峰回路转的机会，使他回心转意。他要把握眼下机会，摸清他的心意，还需确认他对林浩恩是什么态度。一路静默无声，他们来到文峰塔下，银杏树林旁有一个长椅。陈本夫说：“叶小姐，要不要歇歇脚，喝一点水，吃个橘子？”“好的。”他说。他早就想歇会儿喝口水，但不好意思说。陈本夫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把长椅擦拭干净，让严宝慧坐下，
从背上取下那筐那篓橘子，放在长椅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递给他。他从篓中拿个橘子，剥了皮，递给他。他接过水壶和橘子，说：“谢谢。”吃完橘子，他也从篓里拿出个橘子，剥了皮，递给正站在他身旁捧着水壶喝水的陈本夫，说：“陈先生，你也吃个橘子吧。”他接过橘子，说：“严小姐亲手剥的橘子，味道肯定很特别。”他坐在长椅上吃橘子，距离他有几公分远。严小姐，战争快结束了，战后我想脱下军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还想为日本读者写本小说，书名《善之物语》。他这番话令他感到很意外。在他的印象中，他不仅是军人，还是恐怖血腥特工。他不知道他工作的细节，也不想知道。他猜想过，他的工作涉及残忍、暴力。他从未想过，他与小说家有什么联系。陈先生，你想写小说？他问。是的，战争结束后，我想搞研究，也写点东西。他说。他这才发现，从前不了解他，他对他的认识仅在对他的感觉和他对他的关爱层面，完全不了解他的内心追求。在日本留学时，我欣赏日本人爱清洁、讲忠信、能隐忍，但是我鄙视日军对俘虏的无底线虐待、羞辱和源于无知的骄傲。我想通过《善之物语》让日本人看到，恶与善无交集，人不可能从恶的熔炉中炼出善来。善来自神，神是善之根。恶因缺乏善，与神隔绝。恶来自人偏行己路，背逆神，离开善之根，只爱自己，不爱他人，更不爱神。人最大的恶是自以为神，骄傲又狂妄。爱地上的虚荣，使人灵魂下沉，人贬值到比他爱的东西还要贱。爱天上的神，使人灵魂上升，使人高过地上一切。陈本夫边说，便把新剥好的橘子递给他。他接过橘子，说：“听陈先生这番话，我真感到惭愧。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却没有你对善与恶理解的这样深。可见悟性有别。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严小姐，在我看来，神更恩待你，让你生在牧师家里。”他说。其实他心里很得意，自己被他高看。他本想跟他说，严牧师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又觉得现在不是时机。陈先生，我想起一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他说。严小姐尽管问。他说。你审讯过俘虏或者犯人吗？他问。他听到这个问题就知道他想问什么。审过，但我不愿亲眼看犯人受刑，也不亲手用刑。他说。你
审讯过被严刑逼供的犯人？他问。严小姐，正因为我见过太多残酷血腥的场面，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脱下军装，在书宅做学问。他说。陈先生，从前我真是不了解你。他说。严小姐，现在了解我也不迟。他说。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